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的校花女朋友上了富二代的车子，随后整个车子发生了剧烈的震动，其中还伴随着一声声的婉转的歌声。我叫林凡，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，家里过得并不富裕，但我从小就特别努力，一直都是学霸级别的存在。凭借我优异的成绩，甚至还交往了一个校花级别的女朋友。这天，我如往常一样放假，刚准备离开学校回家时，我在旧校门口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一个长相绝美的女人打开了一辆保时捷的车门，直接就坐了进去，随后车子便疾驰了出去。我看着远去的车子，心中顿时有些疑惑，刚才那个上车的女人为什么那么像自己的女朋友孙甜甜？我的心里不知道为什么隐隐有些不安了起来。我急忙掏出手机，便给我自己的女朋友打去了电话。结果响铃几十秒之后，对方无人接听，电话便自动地挂断了。眼看孙甜甜竟然不接电话，原本不安的心情更加沉重，我的眉头也皱了起来。我迅速地走出校门，想要回家看看自己的女朋友是不是在家里。因为专业不一样的原因，所以今天上午上完课，孙甜甜就已经回家了。可是刚刚看见的那个女人真的和孙甜甜好像，我心里不由得有些紧张了起来，默默地祈祷孙甜甜一定要在家里。就在我骑着小电驴已经赶了一半的路程时，我的手机响起了电话铃声。我在路边停了下来，掏出手机一看，竟然是孙甜甜打来的电话。我心里的紧张的心情缓和了几分。喂，宝宝，你放学了吗？刚接通电话，就传来了孙甜甜那温柔的声音。一时间，我就感觉刚才是自己太紧张了，自己女朋友对自己那么温柔，怎么会上别的男人的车？肯定是自己误会了。我放学了，甜甜，你现在在哪呀？但是我还是忍不住的想要确定一下，不然我总感觉自己的女朋友上别人的车，那道坎过不去。傻瓜，我当然是在家里呀，不然我还能在哪？对了，我想吃学校后门的炸串了，你帮我带一点回来吧。闻言，听见孙甜甜说自己在家里，我心里的大石头也算是落地了，完全就当是自己刚刚看错了，心情也舒畅了起来。好的，甜甜，那我现在就去给你买，你在家乖乖的等着我哈。刚说完，我就想要挂电话，结果电话里确实是传来了孙甜甜支支吾吾的声音。好的宝宝。我听着这突然传来的奇怪声音，刚想开口询问孙甜甜，电话那头又传来了一个男人很吸气的声音，声音很小，但是还是可以清晰地听见。我顿时心里升起疑惑，急忙开口说道：甜甜，你那边什么奇怪的声音啊？怎么好像还有男人的声音？你真的在家吗？话音刚落，那边就传出了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。大概过了5秒钟，电话里才响起孙甜甜的声音，似乎有些紧张。我当然是在家，哪有什么男人的声音？我在看电视呢，嘴里还在吃棒棒糖。怎么了吗？听见孙甜甜的解释，确定跟刚才的声音比较符合，我刚想多问2句时，孙甜甜便催促着说道：好了，宝宝，你赶紧买了回家吧，我肚子饿了，我先挂了哈。说完便挂断了电话。我总感觉哪里有些奇怪，但是又有些说不出来。看了一眼已经挂断的电话，我散去心中的思虑，直接掉头回学校去买炸串。花了半个小时买完炸串，我就又骑着车往回家的路上赶去。脑海中又忍不住地想起了上保时捷的那个女人，
因为他和孙甜甜实在是太像了。若不是当时太远了，或许自己都会喊一声孙甜甜。很快，我便拿着炸串到了家楼下，抬眼望去，发现自己家里的灯光是亮起的，我就彻底的放下了心。孙甜甜果然在家，那上保时捷的女人肯定不是自己女朋友了。刚回到家，我就看见孙甜甜坐在客厅里看着电视。见我回来，孙甜甜立马露出笑容迎了过来，在我的脸上亲了一口。我笑着将手里的炸串递给了她，谢谢宝宝，你真好。我摸了摸她的头，心里不禁产生了一丝愧疚。很明显，孙甜甜表现出的模样很喜欢自己，怎么可能会上其他男人的车呢？可能是最近学业压力有点大，自己有些敏感罢了。我直接就走进了厨房，准备今天晚上做一顿好菜补偿给孙甜甜。在我顿时操作之下，丰盛的3菜1汤就摆在了桌子上。孙甜甜见状，脸上也露出了一抹灿烂的笑容，夸我的真是一个好男人，谁要是嫁给自己，肯定享福了。随后，我们2人便大快朵颐了起来。一顿饱餐过后，我将放学时看见的那个女人跟孙甜甜说了一遍。孙甜甜哼哼地说道，手里捏着小拳头，轻轻地捶在了我的身上，表情不满地说道：好你个林凡，竟然把我想成这样的人，不理你了。说完便扭头过去，一副很生气的模样。我无奈地笑了笑，将她抱在怀里，很诚恳地向她道歉。随后孙甜甜见我态度诚恳，才勉为其难地原谅了我，便说了一句自己要去洗澡，就丢下了我一个人在客厅，去浴室里了。过了一小会，我就听见了浴室里传来的哗哗啦啦的水声，我便掏出手机准备打游戏，等着孙甜甜洗完澡之后，自己就去洗澡。刚进入游戏界面，孙甜甜放在客厅桌子上的手机就响了起来。我有些好奇地将她手机拿了起来，看见是有人给她发来了一个视频。我解开了孙甜甜的手机，就打开了她的绿泡泡。刚点进聊天列表，我就发现孙甜甜的绿泡泡所有人都是打好了备注的，而唯独这个给她发视频的人，孙甜甜竟然没有打上任何备注，只是一个很简单句号当作名字。我忍不住地点开了孙甜甜和这个句号的聊天记录，发现2人之前的聊天记录竟然全部都被删完了。此时只有一个封面漆黑的视频摆在那里。我看了看还在洗澡的孙甜甜，想到自己的女朋友对自己很好，应该不可能会做一些对不起自己的事情。刚想放下手机不看视频时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我还是点开了那段视频。当视频的画面中出现了一个女人时，我的瞳孔猛缩，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。此时的女人在握着一根坚挺的棒棒糖舔舐着，脸上还出一抹意犹未尽的模样，另一只手还拿着电话，边吃着棒棒糖边说道：宝宝，我想吃学校后门的炸串了，你帮我去买一点吧。我手一抖，手机就摔在了地上，我的脸上露出惊恐的神色，根本不敢相信视频里面的画面。吃着棒棒糖的那个女人正是自己的女朋友孙甜甜。视频里的那一幕很明显是在车里拍的，当时孙甜甜还给自己打电话，让自己给她带炸串。我浑身颤抖，感觉自己的胸口很堵，好像快要窒息了一样。我没有发出声音，抬头又看向正在洗澡的孙甜甜。我将地上的手机捡了起来。这时拍视频的男人深吸了一口气，似乎是感受到了刺激，轻轻地抚摸了孙甜甜的头。随后孙甜甜说了一句肚子饿了，让我赶紧去买，便将手机扔在一边，
认真地吃起了棒棒糖。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我死死地攥紧孙甜甜的手机，牙齿紧咬，猛地站起身，想要将手机砸在地上，但我止住了动作。看着还在洗澡的孙甜甜，我晃着脑袋，眼眶湿润，完全接受不了孙甜甜竟然会背叛自己，会做出那么恶心的事情。此刻我感到非常的无力，好像全身力气都被掏空了一样。就这样，我愣在了原地，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孙甜甜明明是温柔可爱的校花女神，竟然会成为别人的玩物，竟然会做出出轨的事情。而我也明白了，当时看见的那个上保时捷的女人就是孙甜甜。这时，孙甜甜洗完澡走了出来，见我站在客厅一言不发，脸色还不太好看，便疑惑地开口询问道：“宝宝，你怎么了？”闻言，我抬眼看向他，眸子看不去任何的色彩，就好像一副冰冷的尸体一样，将手机举了起来，声音有些嘶哑地开口：“看看吧。”孙甜甜见状接过了自己的手机，一打开就视频刚刚已经播放完的视频。当她看清楚视频的内容时，脸上露出震惊之色。她抬眼看向我，发现此时我的目光好似毒蛇一样冰冷。孙甜甜忍不住地后退了一步，不可思议地摇着头，脸上有些惊恐。不，宝宝，你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我见此一幕，脸上露出了一抹自嘲的笑容，看着孙甜甜惊慌失措的表情，我知道这个我喜欢那么久的女人真的背叛我。一滴眼泪滴落，连同着我的心也落在了地上，摔成了碎片。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你竟然是这样的女人。孙甜甜见我态度冰冷，脸上露出一抹焦急，向前一步想要拉我的手，我却是直接将她推开。顿时，孙甜甜一个重心不稳，便摔在了地上，而我却是没有丝毫的在意，脸色愤怒地朝着孙甜甜吼道：“不要碰我，我嫌你脏！”刚想从地上爬起来的孙甜甜，似乎是被我说的脏字刺激到了，身体一震，指着自己说道：“你说我脏？”我冷笑一声，看着坐在地上的孙甜甜，不带任何感情地说道：“难道你不脏吗？”闻言，孙甜甜的态度一变，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，点了点头，站起了身。对，我脏。那你又有多高贵呢？跟你在一起2年，你有给我买过一件上万块的东西吗？我的闺蜜天天都在和我炫耀她男朋友送她什么什么，而你呢？你送过我什么？我根本拿不出来你送我的任何东西，因为它们实在是太廉价了。要不是怕你生气，我早就扔掉了。孙甜甜站起身，便朝着我一阵怒吼，好像是我将她绿了一样，发泄着心中的怒火。我闭上了眼睛，不信听孙甜甜说的这些破烂的借口。我的心里很清楚，虽然自己并没有送过孙甜甜很昂贵的礼物，但至少在经济方面，宁可自己挨饿，也不会让她少了钱花。终究还是贪念作祟，让孙甜甜做出了这种恶心的事情。不需要说那么多废话了，你滚吧，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了。我刚说完，孙甜甜就笑了出来，脸上露出一抹不屑的表情。哼，竟然已经被你发现了，我也不装了。哪怕你现在不说，过段时间我也会跟你提分手的。毕竟你根本给不了我想要的。此时的孙甜甜不再是那副温柔甜美的模样，而是尽显丑陋之色，完全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。随后，我没有再开口，而是坐在凳子上一言不发。见状，孙甜甜收拾了自己的行李，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。我看着整个家已经没有孙甜甜的身影，但过往的一幕幕就好像是电影一样，在我的面前不断的闪烁。终于我忍受不住了，情绪爆发，
痛哭了起来。我死都想不到，爱了2年的女人竟然会做出这种背叛的事情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好像是哭晕了过去。当我睁开眼睛时，天已经亮了，阳光照射在我的脸上，让我感受到了一丝温暖。虽然女朋友出轨的事情让我难以接受，但还不至于让我生活不能自理。我收拾一下自己，想要坚强一点，面对新生活。但昨天的一幕幕根本挥之不去，让我在脑海中想了一遍又一遍。我忍着想要再次爆发的情绪，打电话给自己的几个好朋友，让他们出来陪自己喝酒，想要一醉解千愁。而我有一个家境也很好的朋友，叫龙傲天。他知道我跟孙甜甜分手之后，也理解我的心情，就说晚上带我去酒吧玩，让自己认识几个新的妹子。按照他的话来说，只要换得开，悲伤就追不上恋爱。到了晚上，我和几个好哥们一起来到了酒吧的门口，打死我都没有想到，虽然我知道龙傲天家里挺有钱的，但当他的兰博基尼开到我的面前时，我还是愣在了原地。卧槽，大牛，你丫的那么有钱！龙傲天从跑车上下来，穿着一身的名牌，跟自己这边的几个人完全不在一个档次。嘿嘿，这不是怕打击到你们吗？所以我在学校已经是装穷了。龙傲天讪笑地跟我们解释。随后我们几人就进了酒吧里面，刚一进来就看见舞池之中扭动腰肢的众人。我抬眼望去，看着一个个穿着性感的妹子，心情不由得缓解了几分。龙傲天已经提前订好了卡座，我们跟随着他便来到了666这个位置。刚一坐下，龙傲天就看着一脸坏笑地说道：“老林，今天晚上是你主场，我专门给你点了3个妹妹，只要你喜欢，等会喝完酒你可以直接把她们带回去。”闻言，我有些哭笑不得，摇了摇头表示拒绝。虽然是分手了，但还是有底线的，有些东西我还不想触碰。一起喝酒玩玩游戏还行，若是来实战的话，那就还是算了。刚闲聊了几句，整个酒吧就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尖叫声。恭喜卡座666的神豪龙傲天先生豪开黑桃10套。这段话刚落，整个酒吧所有人都尖叫了起来，一时之间酒吧里面变得更加热闹。10多个酒吧服务员推着上万块一瓶的黑桃 A 来到了我所在的666卡座。见此一幕，我忍不住的看向了龙傲天，对方只是露出一个笑容和一个眼神，我顿时就明白了他的意思。我的心里不禁有些感动。我知道龙傲天做的这些只是想让自己今晚玩得开心，好将孙甜甜彻底的遗忘。闻言，孙甜甜的态度一变，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，点了点头，站起了身。对对对，我脏，那你又有多高贵呢？跟你在一起2年，你有给我买过一件上万块的东西吗？我的闺蜜天天都在和我炫耀她男朋友送她什么什么，而你呢？你送过我什么？我根本拿不出来你送我的任何东西，因为它们实在是太廉价了。要不是怕你生气，我早就扔掉了。孙甜甜站起身，便朝着我一阵怒吼，好像是我将她绿了一样，发泄着心中的怒火。我闭上了眼睛，不信听孙甜甜说的这些破烂的借口。我的心里很清楚，虽然自己并没有送过孙甜甜很昂贵的礼物，但至少在经济方面，宁可自己挨饿，也不会让她少了钱花。终究还是贪念作祟，让孙甜甜做出了这种恶心的事情。不需要说那么多废话了，你滚吧，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了。我刚说完，孙甜甜就笑了出来，脸上露出一抹不屑的表情。哼，竟然已经被你发现了，我也不装了，哪怕你现在不说，
过段时间我也会跟你提分手的，毕竟你根本给不了我想要的。此时的孙甜甜不再是那副温柔甜美的模样，而是尽显丑陋之色，完全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。随后我没有再开口，而是坐在凳子上一言不发。见状，孙甜甜收拾了自己的行李，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。我看着整个家已经没有孙甜甜的身影，但过往的一幕幕就好像是电影一样，在我的面前不断的闪烁。终于我忍受不住了，情绪爆发，痛哭了起来。我死都想不到，爱了2年的女人竟然会做出这种背叛的事情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好像是哭晕了过去。当我睁开眼睛时，天已经亮了，阳光照射在我的脸上，让我感受到了一丝温暖。虽然女朋友出轨的事情让我难以接受，但还不至于让我生活不能自理。我收拾一下自己，想要坚强一点，面对新生活。但昨天的一幕幕根本挥之不去，让我在脑海中想了一遍又一遍。我忍着想要再次爆发的情绪，打电话给自己的几个好朋友，让他们出来陪自己喝酒，想要一醉解千愁。而我有一个家境也很好的朋友叫龙傲天，他知道我跟孙甜甜分手之后，也理解我的心情，就说晚上带我去酒吧玩，让自己认识几个新的妹子。按照他的话来说，只要换得开，悲伤就追不上恋爱。到了晚上，我和几个好哥们一起来到了酒吧的门口，打死我都没有想到，虽然我知道龙傲天家里挺有钱的，但当他的兰博基尼开到我的面前时，我还是愣在了原地。卧槽，大牛，你丫的那么有钱！龙傲天从跑车上下来，穿着一身的名牌，跟自己这边的几个人完全不在一个档次。嘿嘿，这不是怕打击到你们吗？所以我在学校已经是装穷了。龙傲天讪笑地跟我们解释。随后我们几人就进了酒吧里面，刚一进来就看见舞池之中扭动腰肢的众人。我抬眼望去，看着一个个穿着性感的妹子，心情不由得缓解了几分。龙傲天已经提前订好了卡座，我们跟随着他便来到了666这个位置。刚一坐下，龙傲天就看着一脸坏笑地说道：“老林，今天晚上是你主场，我专门给你点了3个妹妹，只要你喜欢，等会喝完酒你可以直接把她们带回去。”闻言，我有些哭笑不得，摇了摇头表示拒绝。虽然是分手了，但还是有底线的，有些东西我还不想触碰。一起喝酒玩玩游戏还行，若是来实战的话，那就还是算了。刚闲聊了几句，整个酒吧就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尖叫声。恭喜卡座666的神豪龙傲天先生豪开黑桃10套。这段话刚落，整个酒吧所有人都尖叫了起来，一时之间酒吧里面变得更加热闹。10多个酒吧服务员推着上万块一瓶的黑桃 A 来到了我所在的666卡座。见此一幕，我忍不住的看向了龙傲天，对方只是露出一个笑容和一个眼神，我顿时就明白了他的意思。我的心里不禁有些感动。我知道龙傲天做的这些只是想让自己今晚玩得开心，好将孙甜甜彻底的遗忘。就在服务员们将酒摆放在桌子上时，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响起。我还以为是谁，原来是龙少啊！怎么有闲情雅致来这种地方玩？我扭头看去，一个长相一般但是浑身上下穿着名牌的男人朝我们这边走了过来，他的身边还跟着一个女人。当我看清楚女人的样貌之后，我忍不住地捏紧了自己的拳头，一股怒火瞬间涌上心头。孙甜甜，这个男人身边跟着的正是孙甜甜，那就意味着
孙甜甜出轨的男人就是面前这个男人，车上拍的视频也是他。我死死地瞪着孙甜甜，当他注意到我时，脸上明显也是惊讶不已，但只是短暂的愣神，他就恢复的神色，紧紧地搂着身边的男人。见此一幕，我心中的怒火更加强烈，真的想要冲上将两人打死。就在这时，龙傲天拍了一把我的肩膀，眼神示意自己不要乱来，便对着孙甜甜身边的男人开口。我还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白家大少白池啊！我想去哪玩，需要跟你汇报吗？听见龙傲天的话，白池只是露出一抹讥笑，伸出手搂紧了身边的孙甜甜。我可没说你要汇报，只不过怕你姐姐知道，你回家怕不是要挨打喽。说到这，白池猖狂地笑了起来。听见白池提起了自己的姐姐，龙傲天的脸上顿时变得有些不自然。原来在江都市，白池所在的白家和龙傲天所在的龙家都是江都顶流的家族，而白家年轻一辈只有白池一人，所以白家非常的重视这个少爷。而龙家不同，龙傲天虽然也是龙家唯一的少爷，但是他还有一个姐姐龙青青。由于龙青青从小就天赋过人，龙家也是极力的培养她。如今的龙青青已经掌握了整个龙家的80%资源，所以龙傲天这辈子算是被姐姐压一头了。这时，白池的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，脸上顿时露出一副惊讶之色。哦哟，这不是绿帽王林凡吗？没想到你也在啊！说完，还在孙甜甜的身上掐了一把，惹孙甜甜一阵娇嗔之后，还朝我露出一个得意的笑容。我握紧的拳头微微颤抖，心里顿时气炸，想要你一拳朝着白池挥去。龙傲天眼疾手快，立即拉住了我。老林，别乱来，你动了他，白家不会放过你的。我牙齿咬得咯咯作响，真的想要将白池活活的打死，但我知道，哪怕我今天打了白池一顿，过后我肯定也会被白家弄死，这样做根本不划算。白池见状，露出一抹冷笑，讥讽地说道：“看见没？就凭你也敢对我动手，简直是想要找死！”这时，龙傲天眼里闪过冷光，语气不耐烦地对着白池说道：“赶紧滚！劳资看你感觉恶心，别在这影响我兄弟的心情。”白池摆了摆手，搂着孙甜甜就回到了自己的卡座。他可不想因为孙甜甜和我将事情闹大，跟龙家彻底的翻脸。走时还在头上做了一个动作，像是将一顶帽子戴在头上。见白池离开，龙傲天才将拉住我的手松开，轻声地对我说道：“老林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等有机会了，咱们再报复他。”我露出一抹苦笑，摇了摇头：“我没事，就当时自己遇见狗了。”龙傲天见我怒气也消散了，才算是放心了下来，拉着我又回到了位置上。而我则是后头再次看向了白池所在的卡座，看着正在卖力讨好白池的孙甜甜，心里只觉得一阵恶心。刚刚白池嘲讽自己时，这个女人的脸上竟然没有一丝变化，就好像自己从来就不认识她一样。白池这个小插曲出现之后，喝酒的心情顿时就没有了。没喝几杯，这场聚会就结束了。龙傲天本想让我带几个妹子回家，就当是发泄情绪，但我依旧是拒绝了。回家的路上，龙傲天想要送我回去，也被我拒绝了。我想要自己清静一下，便打算自己一个人走路回家。龙傲天等人见我态度固执，也不劝说我什么了，便任由了我自己走路回去。毕竟此时的自己心态很爆炸，确实需要好好的静一下。就这样，龙傲天几人都离开了，而我也走在了江都繁华的街道。我抽着烟，
脑海中想起了跟孙甜甜曾经的点点滴滴，一幕幕一幕幕，就好像是电影一样，在我的脑海中一闪而过。为什么人都有贪念？为什么会为了钱出卖自己的感情？我心里五味杂陈。当我快要走到家门口时，我的心也彻底破碎，心里再也没有对孙甜甜一丝一毫的感情，剩下的只有无尽的怨恨和一颗坚定复仇的心。正准备上楼时，我的身后响起了一个阴冷的声音：“等等！”我转头过，刚想看看是谁时，我的头就遭受了猛烈的一击，我整个人直接摔在了地上。我表情痛苦地捂着自己的头，看向我身后的人，手拿着一根棒球棍，身上画着各式各样花里胡哨的纹身，看着躺在地上的我，一脸冷笑。我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手上有点湿润，很显然是自己的头被打破了，已经流出了鲜血。你是谁？我忍着脑袋上的剧痛，开口询问对方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有些熟悉的声音响起：“绿帽王，没想动吧？我们那么快又见面了。”此时，白池搂着孙甜甜朝着这边走了过来，身后还跟着一群小弟。当我看见来人是白池时，我的眼里闪过震惊。我怎么也想不到，这个畜生竟然会在自己家门口堵自己。难道就因为在酒吧时自己想要动手打他？当我又听见“绿帽王”这3个字时，心中的怒火又窜了起来，就想要起身揍白池一顿。白池见我想要站起身，直接挥了挥手，身后的一众小弟就冲了上来，对我一阵拳打脚踢。我蜷缩着身体，根本就没办法还手，只能看着一拳一脚打在自己的身上。我眼神不甘地怒吼道：“白池，有本事你就打死我！若你今天打不死我，过后我一定想办法干掉你。”白池闻言，却是露出了一抹狞笑，手在孙甜甜身上一阵摸索，哈哈哈哈哈！就凭你，记住，你只是一个绿帽王，跟我这种家世背景强大的少爷比不了，别一天天的白日做梦。听着白池说的话，我捂着头，放肆的大笑了起来，根本不在乎嘴角流出的鲜血和已经遍体鳞伤的身体。背景强大的少爷，哈哈哈哈哈！你简直就是个笑话，我玩过的垃圾你也要？你就跟你的名字一样，就是白痴啊！听见我的嘲笑，原本脸上带着笑容的白池顿时就阴沉了下来，脸色变得极为难看。特么的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！白池直接拿起刚才打我的那根棒球棍，狠狠地朝着我的头挥了过来。我顿时大脑一阵空白，剧烈的疼痛让我的意识变得模糊了起来。就这样，在白池的辱骂声和剧烈的疼痛中，我晕死了过去。3天后，我感到自己的呼吸有点困难，身体好像一些沉重，同时还有一阵舒爽的感觉传来。就这样，在一阵窒息感和舒爽感的情况下，我缓缓地睁开了眼睛。一睁开眼，我就看见我的身上正坐着一个女人，她长相绝美。此时的她脸色红润，紧咬着嘴唇，嘴里还传出一声声压抑不住的呐喊。我整个人都傻了，看着正在以高超技术骑马的女人，我的呼吸变得急促。看着女人晃动的身姿，我实在是忍不住的血脉爆发。在我和她一同的呐喊声之中，我将亿万子民投放在她的领地。她忍不住的颤抖，像是激动到浑身兴奋，进入了最巅峰的状态。挣扎了几下之后，她就爬在了我的身上，不停喘着粗气。我看着女人，脸上出一抹尴尬的神色。我不是正被白池殴打吗？为什么会出现在一个陌生的地方？甚至还有一个人顶级的妹子为我展示高超的骑术。那个，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啊？还有，你是？女人缓和了一下，
将头抬了起来，语气魅惑地说道：“你醒了呀？身上是不是没有那么痛了呀？”说着，还伸手抚摸了一下我的脸，好似一副很关心自己的模样。闻言，我仔细地感受了一下自己的身体，虽然还是有些疼痛，还基本已经没有大问题了。被棒球棍打了的头，现在也被包扎了起来。是你救了我吗？女人脸上露出一抹甜甜的笑容，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我说道：“我可没有本事救你哦。那天看你躺在地上，浑身是血，我就把你送去了医院。你在医院躺了3天，才捡回了一条命呢。随后，我便把你接到了自己家里。”听见女人给出的解释，自己才算是明白了事情的经过。心惊白痴那个狗东西竟然下手那么狠，差点给自己干死。我又疑惑地开口询问道：“那你为什么会骑？”女人轻轻地伸出一根手指头，放在了我的嘴上，趴在我的耳边，用极致诱惑的声音说道：“当然是为了让你更快的痊愈啊！医生说这样有助于血液循环，加快身体的康复哦。”在这种刺激下，刚刚已经低头的兄弟，此刻又骄傲地站了起来。女人见状，急忙地起身，摆摆手说道：“不来了，已经10多次，我怕我扛不住。”说着，便起身穿好了衣服。我看着女人，心里感觉这一切太不真实了。刚想继续问些什么，女人却是先开口说道：“想知道我为什么愿意给你？那是因为我喜欢你，而且喜欢你很久了。只不过之前你有女朋友了，我不想出现在你身边打扰你。而如今你已经分手，那么我觉得我可以出现在你身边了。”卧槽，尊都假都，还有那么离谱的事情啊？怎么好像是在演电视剧一样？我知道你很奇怪，会不相信，但是这就是事实。从你高中时，我就开始关注你了，并且偶尔给予你一点帮助。啥？我心里更加的震撼，这简直就是离谱妈妈给离谱开口，离谱到家了。我的脸上浮现起一抹狐疑，看着已经将衣服穿好的女人说道：“那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女人甜甜的一笑，眼睛好似弯弯的月牙，让我惊艳不已。我叫龙青青哦，今后你就是你好哥们龙傲天的姐夫了哦。卧槽！我忍不住的爆了一句国粹，这未免太离谱了吧！我脸上露出苦笑，自己好哥们的姐姐竟然跟自己深入研究了一下，今后自己还可能会成为好哥们的姐夫。我能想象到龙傲天那副想要杀死自己的嘴脸了，虽然很离谱，但是我还是可以接受的。毕竟看龙青青的模样，暗恋自己那么多年，不像是假的，所以自己这算不算是因祸得福呢？被孙甜甜戴绿帽，又被白池打了一顿，然后龙青青这个顶级白富美就成为了自己的女人。就这样，我和龙青青确定了关系。她坐在了床边，为我点了一根香烟。在我猛吸一口，缓缓吐出青烟之后，她声音温柔地说道：“白池和孙甜甜2个人渣，竟然将祸成这样，要不要我动用龙家的力量来帮你对付他们？”闻言，我心里很是感动，能遇到龙青青这样的女人，简直就是3生有幸。但我知道这是自己的事情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想连累了别人。更何况，若是接受了龙青青的帮助，那自己肯定要被说成是软饭男了。我摆了摆手，表示拒绝。这件事情还是让我自己来吧，我不会让他们2个人好过的。随后，我跟龙青青打了一声招呼，便离开了他家。刚想要回家时，我的手机便响起了电话铃声。我掏出手机一看，竟然是孙甜甜打过来的。我心里很是诧异，这个婊子为什么会给自己打电话？我没有理会，直接就挂断了电话。刚想把手机放进口袋，孙甜甜却是又打了过来。
我眉头一皱，脸上露出不耐烦的神色，犹豫一番之后，还是接听了电话。刚一接通，电话那头就传来了孙甜甜的哭声：“林凡，你在哪？我想要跟你见一面。”我表情冷漠，语气特别的冰冷：“你跟我见面干什么？你不好好的陪你的白大少？”见我态度冷漠，孙甜甜哭得更大声了：“林凡，我知道都是我的错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和我见一面吧。白池跟我分手了。”我露出一抹冷笑，好像是早就猜到这样的结果一样。白池那种纨绔的富二代，怎么可能会跟孙甜甜真的谈恋爱？只不过是贪婪她的身材罢了。晚2天遇到新的，肯定就会抛弃掉。我刚想开口嘲讽一番孙甜甜这个婊子，就像是白池嘲讽我一样，但我转念一想，立即变换了一副语气说道：“啊，甜甜，那个王八蛋竟然抛弃你了，他真是该死啊！你快告诉我你在那里，我现在过去找你。”电话那头的孙甜甜明显有些激动，哭泣的声音小了许多：“我就在咱们楼下，我看你不在家，就在楼下等你，你快回来吧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好，你乖乖的等着我，我马上回来。”说完，我便打车朝着家里赶去，表现出一副真的在意孙甜甜的模样。刚到楼下，就看见孙甜甜一个人蹲在地上，一个人偷偷的在抹眼泪。我急忙的走了过去，将她扶了起来：“别哭了，有什么事情咱们上楼说。”孙甜甜痛哭流涕，使劲的点头，抓着我的手臂跟我一起上了楼。刚到家，孙甜甜就在我面前跪了下来，眼泪哗啦啦的向下落去，声音含糊不清的说道：“都是我对不起你，林凡，你打我吧，骂我吧，求求你原谅我吧，我知道错了。”说着，孙甜甜做事就想要扇自己巴掌，我急忙地抓住了她的手，语气温柔地抚摸着她的脸：“傻瓜，我怎么舍得打你和骂你呢？我会心疼的。”我又紧紧地搂着她，让她靠在我的肩膀上，继续说道：“我知道了，既然你知道错了，那以后就好好的爱我，不要再做傻事了，明白吗？我很爱你，我可以包容你，但是你要乖。”孙甜甜没有说话，只是不断的点头，表达自己以后什么事都会听我的。就这样，我安慰了孙甜甜一番之后，便跟她和好了。见她情绪稳定了下来，没有再继续哭，我便开口说道：“甜甜，你知道吗？我愿意原谅你，是我爱你，但是白池那个家伙这样对待你，肯定是不能让他好过的。我有一个计划，你按照我说的做，咱们好好的报复他一下。”孙甜甜似乎相信了自己被白池抛弃之后，很听自己的话：“好，我都听你的。只要你不离开我。”我挂了一下孙甜甜的鼻子，语气温柔地说道：“傻瓜，我怎么可能会离开你呢？放心吧，我一直在。”跟孙甜甜商量了一番，我就让她回到了白池的身边，像一只舔狗一样，再次获得白池的喜爱。孙甜甜虽然有些不愿意，但我拿以后都会爱她，甚至娶她当条件，她只好答应了下来。随后，他就回到了白池的身边，好像一只狗一样，任何事情就听从白池的话，哪怕是让他跪下舔白池的鞋，他也愿意。在孙甜甜的努力下，白池的犯罪记录，以及欺压老百姓的证据，还有那些见不得光的东西，都被孙甜甜偷偷地记录了下来，然后偷偷地发给了我。我拿着这些证据找到了龙青青，将这些交给了他，让他用龙家的力量，让白池这些犯罪证据公之于众。迫于压力，白家只好将白池亲自送进牢房。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，白池被判了死刑。得到这个消息，我笑容灿烂，简直就是大快人心。过后，孙甜甜找到了我，她觉得白池不在了，
就可以彻底的跟我好好在一起了。而我却是搂着龙青青的腰，语气冰冷地对着他说道：你在痴人说梦吗？当你背叛我的那一刻起，你在我的眼里就只是一个恶心的垃圾了，怎么可能会获得我的原谅？你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利用的将白痴弄死罢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